收看关键时刻，中国93大阅兵之后，他一系列的文攻武吓，甚至他直接把福建号的航母直接穿越台海，不怕你拍，就是给你看。但是没有想到，在这种威吓之下，我们今天台湾的海巡是完完全全硬了起来。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是今天下午2点在金门水域的时候，有一艘中国的海警船直接闯入我们台湾的海域。我们今天是用一种多重夹击的方式，除了一方在喊话之外，另外一方是紧紧的跟着这一艘海警船。今天你不管去哪里，我都追着你。今天如果你再不走，我就要撞下去了。而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海巡突然变了，突然跟过去改了非常多，变得这么勇敢，跟中国来对抗呢？最近 AIT 讲了一些话，让全台湾人都惊了。为什么？你看到 AIT 说什么？中国故意扭曲开罗宣言等文件，意图孤立台湾。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美国的川普正在对中国极限施压。除了讲到开罗宣言之外，再有这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的海巡的画面，为什么如此对中国强硬？这难道也是施压的一部分吗？所以世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两个看到刚刚世叔吓一跳。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的海巡舰、海巡艇竟然跟中国的海警船这么近，这么近。过去怕什么？撞到就出大事了。这一次我不怕，你要撞，你来啊！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发生在今天的这个金门的海域里面来说的话，包括说像北定啊，还有包括说像烈屿这个地方，一共呢，我们根据这个目前海巡的报告是说，有4艘中国的海警船进入我们的水域。对，那进入我们的水域来说，我们又说过，主权是完全不能够退让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我们的海巡呢马上就出动了非常多舰艇呢去跟踪它。4艘我们都完全有跟，而且已经有跟他说，你们现在已经侵入我们的水域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一个状况。那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作为都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的。你看我们现在的海巡船就跟在他海警船的旁边，对，就跟在旁边。正好如果你仔细看哦，两艘船，我们不同视角来看的话，现在是平行对不对？但是事实上2艘船是贴得非常近，非常近的。在海上面来说的话，这都非常近哦。我们看前一阵子不是菲律宾的这个所谓中国的船舰在菲律宾自撞吗？它也是靠得很近之后，你一失控。现在为什么要放出这个画面给你看呢？告诉你们，我们海巡硬起来了，我们不怕。对，我们硬起来。我们为什么硬起来呢？底气在什么地方？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天的时候，其实围绕在中美之间，他们有展开了非常大的，包括说像中国的各大传媒，还有美国的 AIT 在进行一个什么？他们在进行一个台湾主权的争议。譬如说怎样说？你看 AIT 这几天说什么？中国故意扭曲这个开罗宣言等这个文件，意图要孤立台湾嘛？那你孤立台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孤立台湾就是他说你台湾是我中国的一部分。那美国很简单，美国为什么要驳斥你这？美国就说这些根本没办法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好，所以双方因为这样子，在这个起了一个相关的不一样的这个意见。对，好，那讲为什么2国会牵扯到台湾呢？照我很简单。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2个国家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他们现在打的任何东西都已经打上台面了。你看为什么？你看现在，因为他们都很想让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能够降温。这个川普呢，他似乎是这个中国似乎有意邀请川普到美国，在中国去访问，或者在 APEC 见面。问题是你2个见面要有一些东西谈出来啊。川普想要一个大协定，但是中国不愿意就范，不愿意就范的话，目前2国都在互相戳对方啊。比如说这几天的时候。美国制裁了32个这个政治实体，有23个是中国公司。那中国马上今天就说我要调查你英业达，这个所谓辉达。所以你看2国在互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打到这个打到中西战的时候，互相出来出去互相施压。那这时候有一个牌就会打出来，那个牌叫做什么？台湾牌。所以这时候呢，双方都把台湾当成是一个议题来操作。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第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为这个AIT 的这个回应。让中国马上跳脚炸锅了。你看中国说什么？你看这是环球网，环球网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的鹰派的想法。他说什么？鼓噪台湾地位未定，极其荒唐而且危险。他就直接警告你哦。他说什么？他说美国在台协会简称 AIT， 既然抛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甚至倒打一把称中国扭曲开罗宣言等等的，他就说这是在这个干涉中国内政，寻找所谓的合法性的这个借口。他说颠三倒四的言论，所以你看他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不满嘛。好，那还说什么？他说什么 ？AIT 刻意列解这个历史文件的法理的这个关联，其根本目的真的是为了要以台制华，所以等于是中国说你是用台湾牌来对付我的意思。好，他还说什么？
他是说你跟赖清德两个是在翻车试讲之间抛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然后跟 AIT 的未定论是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出推独与挺独的双簧。所以中国气死了。他是说你 AIT 你乱讲，你乱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而且你跟赖清德在唱双簧。好，那最后是什么？警告 AIT 作为美国在台湾的官方机构，必须严格恪守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美中的3个联合公报，立刻停止发表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啊！所以你看，中国是非常高调的，直接重批这个 AIT 啊！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2个国家因为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地位问题，2个已经闹上了这个状况。那你看，那我们就讲，那 AIT 到底说了什么？第一个。AIT， 你看他讲的是中国故意扭曲这个开罗宣言等文件，意图到孤立台湾。他说了，北京的叙事完全是错误的，这些文件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虚假的法律叙事是北京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意图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上，并限制其他国家在台湾互动方面的主权选择。对，你看他就直接这样讲。好，那你想说只有 AIT 这样说吗？没有，连美国的国务院对他都已经附和了。对 ，AIT 这样说之后，那更高层的国务院马上就说了，国务院发言人就说 ，AIT 已经准确的传达讯息，指中国刻意扭曲2战时间文件来支持其胁迫台湾的地位，以征服台湾。他说北京的叙事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也就 AIT 的说法，你要说是 AIT 的说法，没有，是美国国务院的说法。那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外交体系、美国国策的这个政策。好，那你看这个说法来说啊，你看连 AIT 的前官员都惊了。你看这是什么？普瑞泽之前曾经也是 AIT 的领事嘛，他说以书面回答中央社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具体的措辞。也就是说，过去中国跟美国，我跟他讲，中国跟美国他们都保留一个也是模糊性，大家不用讨论到这个东西。对他们两个国家是这样子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当然主张台湾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说我知道你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并不赞同你的想法。只是过去大家都是保持一个模糊空间哦。但是现在中国呢，他要直接拿开罗宣言什么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说有你是属于我的时候，美国就出来跟你说不是这样子，哪是这样子？对，所以他们现在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在双方有写争执的这个状况，然后他就这个前 AIT 的副处长说，他不确定这是否是台湾首次明确的，美国首次明确提及台湾最终政治地位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个用词在美国台湾关系法中明确的阐述对台湾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美国其实过去就是这样认定。他不认为台湾是中国，他知道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并不赞同这样的状况。但是今天你要逼着美国把不赞同这件事说出来，这是前所未见的一件事。所以我就说，这个措辞来说，相当具有这个历史的这个意义。当然，这也代表着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呢，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了。好，那我们跟他讲，到底他们在争执什么东西？我跟他讲。事实上，开罗宣言就是当初我们知道说，包括说丘吉尔、罗斯福跟蒋介石他们在开罗写的这个宣言，但这个宣言是说这样子的：战后日本应该在台湾跟澎湖群岛窃取的土地归还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 ROC 嘛，就是我们台湾嘛，哈。那我跟他讲，那中国就把它变成是 China。我问你，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我们目前的中华民国是同一个国家吗？当然不一样，当然不是。所以当时他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国了，就是这样而已。对，所以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现在还在嘛？所以照理说不是属于你中国的一部分嘛？好，另外一个他说什么？无论是行使1951年的这个旧金山合约，那日本跟中华民国1952年签的中日合约，他都是说日本放弃对台湾还有澎湖群岛的统治。但是没有说要还给谁。对。那我跟他讲，如果按照当时的这个1951年跟1952年的时候，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那照理说，日本应该如果说，我要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啊。但是并没有啊，他是跟台湾跟我们中华民国签约啊，所以就是还给中华民国嘛。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一样啊，所以这变成是根本就不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他中国到现在都还在凹啊，对啊，凹。所以美国今天他的突然出来啊，跟你讲历史就不是这样的，你不要再讲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中国讲的所谓开罗宣言或者波茨坦宣言，它就只是一个宣言。对，宣言的意思就是声明是这样，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看合约、旧金山合约、条约跟合约不是这样写，所以等于是美国呢就出来直接打你一巴掌，但是中国显然是这个更小灯熊啊，气死！对，他就这样给你翻桌嘛。好，那我讲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话，中国会这样做呢？因为第一个。
我们看到中国最近对台湾的压迫越来越重，包括说像9·3阅兵，9·3阅兵的时候，你看他不是说马上福建舰就穿越过这个台海嘛？对，穿越台海的时候，你看这几个礼拜的时候，意大利的船只也来，法国船只也来台海，今天的时候呢，英国跟美国船只也穿越台海啊。各国我跟他讲，我们在台湾生活了哈，你看台湾海峡，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国家都来，各国的船只在那边来来去去，他们要宣示什么？中国是说这是内海，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有澳洲这些船只跟你说，不，这是国际海域。所以你看，现在各国都在有意无意的挺台湾一个状况，甚至好，除了福建舰穿越过台海之外，你看这几天中国不是东部战区发表一个攻台的军歌吗？对，他说什么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在宝岛上面，对不对？他这个照片来说，你看他影片呢中间还用这个台湾的101当成是一个背景，对，插在宝岛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占领你台湾宝岛的意思嘛，哈。那甚至还用一个什么？他们当年呢，这个1949年的时候呢，共军呢进入这个当时南京的总统府，你看总统府3个字，对不对？那占领总统府的样子，所以就是告诉你啊，我要占领你台湾嘛。好，另外一个我就讲，现在中国跟美国2个是在互戳对方。为什么互戳对方？我不是说吗？9月12号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就说，我把32家跟中国呢以解放军或在做这个军方做这个相关的合作的32家列为实体清单，其中有23家位在中国，那里面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台湾的公司啦哈，那里面制裁包括说这个吉姆西半导体的，还有包括说像基纯的这个半导体的哈，然后还有包括说像这个上海复旦微电子一大堆的公司，然后还有包括说像中国科学院一大堆都完全上海这个所呈现息一大堆都完全被制裁哈。那我们讲这么多被制裁之后，你就讲这个美国制裁你的时候，中国怎么会没有发生？当然中国马上又制裁你。中国马上就说，我对你中国进口，美国进口相关的这个类比 IC 发起所谓的反倾销的这个调查，它里面主要点名美国的德仪、ADI、博通，还有这个安森美。他就说呢，为什么你对中国的出口额大幅的增加，而且商品呢一直不断在降价？你看它降了大概30%的价格，所以他说你是在对我进行这个倾销，所以我要调查。另外还有对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个晶片呢，发起所谓反歧视的调查。那反歧视什么意思？就是你说你要卖给我，你不卖给我，你就是歧视。就没想还有这一种的，对，结果没想到他今天就发表一个最新的，他说你回答是违反反垄断法，就直接开始这样。所以你看，双方真的在互戳对方，毫不手软呢。你戳我，我戳你，好，所以我就讲，现在双方来说的话，的确是相当紧张的。好，那除了双方在晶片上面的互相鏖战之外，卢特尼克跟川普呢这几天发表了一个文章，特别川普在出social上面说什么？他说了，我已经要求全世界各国，还有要求北约的盟国哈，他们要做什么？停止跟俄罗斯采购。他就说了，如果你们我们现在未来对俄罗斯的这个任何采购，我都要开始要提高关税。除了目前的印度之外，他说，川普进一步提议北约盟国对中国实施50%到100%的高额关税。因为什么？因为俄罗斯能够撑到现在就是中国。对，他要对中国50%到100%，北约盟国然后他还不止在北约盟国，他说 G7 我也想这样做，所以等于是说他现在要透过俄罗斯持有这件事，要对中国再度施压。所以这样一系列看起来根本就是个组合拳啊！从一开始他制裁这么多家，而且他要什么？把北约直接拉进来。你北约你要跟我一起打，跟我一起打之后，我们就能极限施压，把所谓的俄罗斯，把所谓中国全都处理掉了。没错，给他们现在川普大家意识到，他这几个礼拜已经说他对普丁相当失望，所以他知道后面就是中国搞了鬼，他现在对中国极限施压。好，那对中国极限施压之后，那俄罗斯跟中国怎么办呢？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方法嘛。你看这是什么？俄罗斯透过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透过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躲避西方的制裁，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俄罗斯没办法拿到美金嘛，对，那你没有拿到美金，没人敢跟你做生意嘛。那中国也很怕被制裁，中国想说，如果坐实了这个我们跟你做生意的话，那不是就被美国抓到？对，被美国抓，因为金流美国或许可以知道，那我就不是坐实我跟俄罗斯做生意嘛。所以他们现在用的方式是以物易物，知道你知道怎么以物易物吗？他们就这样子，好。在有一笔交易中间，中国进口的汽车到俄罗斯去，然后俄罗斯的就支付你小麦，就这样，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他们就完全用俄罗斯的小麦来换中国的汽车。好，另外一个还有亚麻籽，
亚麻籽来说也是一样，他们这个从这个中国进口，从俄罗斯进口了很多亚麻籽进来。那亚麻籽主要是用来中国的电器还有这个建筑相关的这个设备，然后这个俄罗斯中国就把什么金属还有机器交换给你，所以现在两国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包括说像上个月路透社说，中国的南海这个海南这个龙盘油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更用什么用这个钢铁铝还有这个换取这个船舶的发动权，就是两个国家在那边以物易物的这个状况，试图在逃避国际的这个追踪跟国际的这个相关的监督。所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就是目前为止来说啊，中国跟俄罗斯他们其实是站在一起。对，那站在一起的时候，现在川普来说，他要对中国极限施压。对中国极限施压有2种方式，第一个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我给你课以高关税50%到100%。第二个就是在台湾议题上面，台湾牌，你既然要打台湾牌，我也跟你打台湾牌，这种最敏感的神经，也就是说，这是一张很大的牌。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赌桌上面来说的话，说出一张大牌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表示什么？两个人的之间的胜负或许已经快要分出来了，所以才说接下来的中国跟美国之间怎么在谈判，我觉得值得大家观察。田伟，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什么？是海巡在金门执法那个画面，我们说这一次真的硬起来，这次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干下去。你看到海巡在这一次事情完之后，他就直接讲非常白，他说中国灰色地带侵扰不断，海巡全时掌握捍卫国安。我们刚刚讲哦，他是一台盯一台哦，他今天不是弱势哦，他今天是玩真的哦。而我们看完这画面之后，直到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真的随时要撞上去了，而且我们台湾不怕撞的。对，这个我们的海巡的底气在哪里啊？你知道过往来讲的话，从这个裴洛西到台湾来之后，其实中共的军舰以及上一次在金门事件之后，他们都不断的在附近的骚扰。那我们的船基本上是一艘盯一艘。对。但是今天来讲的话，第一个这个影片会放出来，其实就是刻意的，就是告诉全世界说，这个我们基本上在应对中共的骚扰的时候，我们是这个硬上的。记不记得在93阅兵的时候，澳洲跟加拿大的军舰也通过台海？对。然后最近来讲，英国跟美国的军舰也在通过台海，那个底气又在哪里？也就是说，背后来讲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国家在支持，那就是美国了。所以你们看到今天 AIT 也是底气在哪里？为什么敢讲这些话？中国它不断的，当然在8月的时候，你看到现在就是刚好在日本的投降的这个月，就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日本投降的时候，8月的时候，他不断的一直去论述所谓的开罗宣言或是波茨坦公告，但今天就有 AIT 或者是美国国务院都出来去否定这个开罗宣言或波茨坦公告，而且我们的外交部也出来讲话，所以这整体来讲的话，都在处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共吃定台湾，对，也不要让中国来讲的话有任何的机会在法律上有吃台湾的豆腐，以及说他在论述上面变成是一个内政问题。所以今天来讲，美国非常清楚，他的政策其实从1945年以后来讲的话，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对，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台湾关系法》或者是过往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他之所以这个部分台湾跟澎湖群岛，是因为旧金山合约的时候，当时签之前还在日本的手上。所以美国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其实原因就在于说，接下来他要处理下一步，他如何去干涉到台海事务。也就是中共，当然中共讲没有错啊，就是说美国用这个方式来干涉内政，他的内政呢，其实美国就是要给干涉内政，他就是明着来的，他不是暗着来的。当你今天中国说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说没有啊，你们是两个国家，那我当然可以啊，对，他就去否定你。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说，美国是在1979年跟中共建交的。中共建交当中，里面有提到一点，这美国用 acknowledge 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那这里面是不是讨论到一个点呢？什么叫 acknowledge？ 什么叫认知到？就是我知道你的立场啦，但是呢，我有我的立场，但是我没有去否决你的立场，但是你也要尊重我的立场。那什么意思？美国立场就是这样子，告诉你说这是我保护的，这是我要干涉的。所以今天来讲的话，所有的事情全部搅在一块的时候，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哦。从中美贸易谈判一直到1979年的这个格局，一直到现在来讲，川普在翻转这整个格局。这个整个格局就是说，美国出重手了，出这个重手，告诉你今天不演了。为什么普瑞泽会讲这个话？他以前当过 AIT 处长啊，他也当过 AIT 的理事主席啊。他为什么从来没看过这种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来讲的话，就代表说更高层的，这美国白宫来讲，应该有下令直接讲了，直接跟他对干了。
也就是不演了。也就是今天来讲的话，大家把话说明。那你知道前1-2个礼拜不是还在讨论我们东沙岛附近的油井，那个中国的油井在那边吗？然后美国的智库发布警告吗？所以我们后来海巡也在这个东沙岛附近来讲加强取缔啊。然后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的磐石舰也停靠在太平岛啊。这些所有的做法都在回应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说面对中国的威胁来讲的话，你不用怕。你如果按照菲律宾那种做法，他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跟你这个挑衅的情况之下，菲律宾为什么？我就跟你对干嘛？那我甚至于菲律宾不是回来还颁授勋章吗？这种足以有勇气的做法，美国才会在背后帮你。人家说天助自助嘛，那你今天来讲的话，自己都退让了，人家就不会帮你。所以今天磐石舰停靠在我们太平岛。这展示说，我们的军舰是可以提高4000吨的军舰是可以停靠到我们太平岛的码头。我们的东沙岛附近来讲，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一个作为来讲的话，就代表说我们现在政府硬起来，基本上硬起来底基在哪里？因为台美之间的盟邦的关系是非常稳固的。宇轩，我们刚刚讲93阅兵后，中国的文攻武吓非常多，甚至刚刚有看到什么那个宣传片难看死了。但93阅兵之后，更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93阅兵去的人，每一个人都染上了93阅兵的大诅咒。你想想看哦，尼泊尔才刚去完之后，没想到那一张照片变成毕业照。除了所谓的尼泊尔之外，现在连塞尔维亚也是这样哦，反政府示威，一回去之后开始示威到怎么样？今天塞尔维亚之光，网球的之神好了，乔科维奇跑到希腊去，想去希腊打球，没有什么，没有。他要请求政治庇护，我不要再待在塞尔维亚了。所以，当你凝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往往也凝视着你。当你在看着93阅兵的时候，回去呢，就轮到你可能会被清算斗争。因为最近的塞尔维亚以前25连霸的球王，他们过去叫他说是国民英雄，就是乔科维奇。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他跟他的儿子可能会悄悄的呢移民到希腊，因为希腊人有这种黄金方案，然后呢价格也比美国川普总统的那个黄金方案来的便宜许多，很有可能人带家庭整个都会搬过去。所以最近常常看到呢，他都躲在希腊啊，看到这些画面。那为什么他会去躲在希腊呢？因为其来有自，因为过去塞尔维亚政府在他们总统大选期间。到底合不合公平正义？因为涉及到非常多的买票，涉及到非常多的灌票，以及贿选，还有暴力威权等相关的形式，所以其实他们的人民根本不买单。但是呢，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成为一个话题的转捩点。那个转捩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的火车站竟然发生了顶棚坍塌这样的意外，导致了10几条人命无幸的上升。但你说这火车站坍塌跟塞尔维亚政府有什么关系呢？有，大有关联性。因为这个火车站，你知道是谁帮他盖的吗？中国帮他盖的。对，它正好是一带一路的项目。那这时候塞尔维亚的人民呢，早就积怨已久，所以当然跟你借题发挥，开始俩攻。第一个要求你威权政府呢释放相关的抗议人等，要求你威权政府呢公布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中国有没有贪官污吏，有没有贪渎在里面，有没有偷工减料。结果没有想到，乔科维奇竟然站瞎。开了第一枪了，对他都表示说，哎呀，我认同他们这样子对于这种民主精神的捍卫啊，我认同他们这样行动。青年对于国家当然有这样的想象跟未来吧。所以你知道吗？过分的在这边，原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主英雄，对不对？就知道吗？他们的总统武契奇以及他相关的爪牙，包括有一些我们讲的侧翼，就开始在攻击他，说乔科维奇他是民主狗熊啦，乔科维奇他是个大叛徒啦，乔科维奇打兴奋剂啦。反正就是对他进行人格的抹黑以及人格的抹灭，所以他如果继续待在塞尔维亚，当然会有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画面也太可怕了吧？为什么不想待？你看塞尔维亚现在难道会变成尼泊尔的第2吗？整个火光四起，大家都开始狂丢汽油弹了。对，照我跟你讲而且这绝对怪不了别人，为什么？因为这真的是扎扎实实跟中国也有关系。这是武契奇他还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讲了访谈93阅兵隔天他有接受访谈，他说。我热爱中国，正如您所见，我对此并不遮掩。我毕生奉献的国家是塞尔维亚，但你问我是否喜欢中国，他说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爱中国。他说我爱中国，他说我爱中国，也难怪球星都要跑了。对，我们的火车站坍塌。
球星都要跑了啊，全民都在暴动了。结果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结果你还在捧中国。来，你看他怎么讲啊？说塞尔维亚人都热爱中国。来，赵啊，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示威的画面，对，你是公生球，爱干呢，爱干呢出来给阿桃安呢抗议，那有可能？来塞尔维亚看看。这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吓死人了！第二故乡，中国人才不敢去，好不好？其他球队那个游行暴动，吓都吓死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小国家多受欢迎，看看中国人多么勤劳善良。而且赵尔，我想他讲最恶心的就一句话，但那一句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喜欢中国吗？他说因为他的政治理念。哦，搞懂了嘛？中国一党独大。威权，老板都不会换人，所以你知道乔科维奇哦，他从2017年一路到现在啊，夯不啷当也做了非常久了。对，所以他当然想像习近平一样啊，再继续当，再继续做下去。所以也难怪，他说我看到9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的盛况，来哦，我感到更有安全感了。原来是这样啊！因为老大哥会罩你嘛，我只要效仿老大哥，老大哥会继续 cover 我，让我继续干嘛？因为我是亲中第一品牌嘛，对不对？所以刚好在这个情况状况下，当然人民会反。但是为什么中国显然对这些国家势不上力？因为前阵子我们才讨论到尼泊尔哈，一样也去到93阅兵，就现在这个政府啊，直接被瓦解了。但是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就是有司法中国、哦，他禁封什么？26个社群平台、通讯软体，有 Facebook， 有 YouTube。有 X Media， 有 Line， 有 WeChat。换言之，它是不是像中国一样，千方百计的把所有社群媒体都管控，甚至不给你使用？结果我没想到尼泊尔的人民太了不起了，为什么？就给他们钻到漏洞，他们在 Discord 上发动革命。你知道在 Discord 干嘛？总共里面哦，光我们这张图里面线上有4000人。对，而他的常驻的讨论加入讨论的，也就是整个组织的成员大概有10万人。而他们就在这个10万人里面呢，藉由这样的群众的运动以及号召呢，真的成功把这个政府给推翻。而且推翻之后，就连人选的任命啊，来你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线上投票哦 ，Moderator Who Now 什么意思？就是说由谁来担任我们的临时总理？结果第一名就是这个 Sushila Kaki， 就是这个卡尔基，她是谁？就是这一名女性，她是呢尼泊尔的前大法官。结果上面的投票。真的变成事实。哎，这太屌了！这像什么？你知道吗？这像什么？这是一个总统一样，下面是什么？是他的国会议员。对，他讲什么，我在下面回他，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我要举个手。他变成是这一种方式。对，所以他们说这个 Discord 就是尼泊尔的议会，他的国会，那是他的议会。对，因为他真的可以决定临时总理的方向。所以你看啊，决定之后呢，他就跟军方领袖开始会谈，后来就任命了。那这个我们讲卡尔基哦，因为他本身是我们讲法学素养非常好的这种前大法官，所以他也拍保证说，我觉得6个月之后呢，只要处理完事宜，我就下台。为什么？不让你什么中国或其他国家有伸手伸脚的这个处境。所以你想想看哦，光是这个网络的国界哦，就已经造成了如此巨大、能够翻天覆地的力量。所以不管是你跟中国靠得再近，93阅兵呢看得再明，跟中国呢再如何的亲近。如果你违背了你的民意，如果你的国家内部有不同声音，随时这个造反都不是中国老大哥帮得了你。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在中美的这一种博弈、这种大战下面，现在有一个男子竟然改变了全球的一个观点。这个人是谁？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谈过，他是柯克。他柯克死亡之后，不仅美国人为他哀悼之外，你看到现在是全球，包括英国，包括纽西兰。大家都自发性的走上街头，而这个人他会带给全世界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是这个 Charlie Kirk 的死亡事件，看起来好像是让全世界的保守派的响起了一个警钟哦，就变成这些保守派的支持者全部都站出来哦，他们必须要为柯克的死感到哀悼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开始勇敢的，或者是说大声的喊出他们的一个主张。什么主张呢？反移民，或者是所谓的反多元，其他自由派或者是左侧人士、左翼人士，过去这10-20年来所倡导的这样子的多元价值跟理念哦。对。这样你看到这些画面，这是在伦敦他们说这大概是过去直接爬上去了。是，而且是在西米桥这边哦。他们说这大概是过去在20年来最大的一场示威游行哦。而他们所持的，你刚刚看到这个，它被称为是所谓的一个乔治旗哦，圣乔治旗。那这个包括圣乔治旗，或者是他们自己英国的一个
米字旗呢，他们都代表着民族认同跟历史还有文化的一个意涵在哦。那他们其实高喊的口号，什么口号呢？就是要团结英国。那在团结英国的同时，也在抨击所谓的移民政策，还有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化已经被这些那个数以万计、数十万计的移民人士而带来了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侵袭哦。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不可思议，就是说明明这一个死亡的人，或者是说这个悲剧的主角是美国的一个保守派的年轻世代的精神领袖人物哦，但没有想到这一把火却因此而烧向了全世界。所以它是唤醒了全世界的保守派，全部都起来了，全部都上街头了。所以有人现在把它跟就是当年的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嘛，金恩格博士被枪杀那个事件是自由派的崛起哦。那这一次 Kirk 的死亡事件，可能变成是把整个风向。过去这30年来吹的一个比较自由主义的一个风向，可能就因此而整个大逆转，转向哪里？转向变成保守主义的一个抬头。你现在看到这是在哪里？就是在纽西兰哦。纽西兰毛利人以他们传统的一个舞蹈哦，去表示对 Kirk 的一个支持。那同样的，他们也认为哦，过去这几十年来，纽西兰也同样遭到非常多的一个移民，然后侵袭了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文化哦。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哦，这一场战役哦，所谓自由跟保守，或者是左派跟右派之间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对垒哦，真的已经具体化，具体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哦。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也都是来支持或者是为那个 Kirk 的一个逝世感到哀悼的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尤其在川普的一声令下，大家真的都比较硬起来。所谓硬起来是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过往如果比如说有左派人士或右派人士有发生不幸的事件，大家可能会有人就讲说，哎呀，谁叫你是鼓吹什么？谁叫你是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次Kirk，比如说他在第一时间他被枪杀、被狙击的事件。而且辞世这件事情在网络上爆开之后，大概有一些医生啊、技师啊，还有小学老师啊，就会故意这么讲说：“哎呀，谁叫你鼓吹了种族主义之类的？”结果你知道吗？现在全面清算，你当时在第一时间点你发表有点嘲讽、有点讥笑，甚至就是他嘛，他是第一个来嘲笑这个事情的人嘛。这位是 MSNBC 的资深分析师，结果他讲完后，他就被 fire 了。他被 fire 了，而且不止他哦，我觉得这个战火可能真的会延续下去哦。现在是一个特勤人员哦，在安东尼波夫哦，他呢大家都心想说哦，还好你不是川普的特勤人员哦。那他这个原本是位于这第2阶特勤，他也因为在第一个时间点讲说他是个种族主义，马上他也现在没有工作，所以他根本他是特勤局的人，结果他发表这种言论之后，为什么他会第一时间就被 fire 掉？原因是什么？他原本是要未来可能会保护川普，结果出现这样的人，就完蛋了。对，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就算不是这个保卫川普人，就算只是一个学生，她是德州理工大学18岁的一个女学生，她就在 Kirk 的首页的一个夜晚上，她就很开心那边跳舞，结果她因为这样的，你看这个画面上这一个非裔的女大学生，她就被德州理工大学给开除了。你看她被逮捕而且开除，一旦开除之后，您可以想象她整个人生会因此而步上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他们其他人就说，因为你已经就是明显的展现出对于这整起事件的，还有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他也说，I just lost my job， 就他也被解雇了。大量的左派现在目前为止统计起来有600多人，因为庆祝查理 Kirk 的遇刺而遭到解雇。大家都想问，那为什么嫌犯要出这个手？嫌犯为什么要去杀了他？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我跟你讲，现在整起事件其实随着越来越多资讯曝光，你反而越来越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比如说像这个 Taylor Robinson 他事实上他的父母亲都是共和党的，而且从小教他持枪所以他是被共和党那个养大的一个孩子然后他成绩非常优异他甚至是拿奖学金到大学。但
但是呢，他只念了一学期之后，他就退下来了。那现在被人家发现哦，就是他虽然的父母亲的政治立场是比较偏共和党，但他好像本身现在目前为止一个交往的对象哦。他就是一个变性的就是所谓的变性人哦。你现在画面上看到一个其实非常的清秀，他是个男性哦，他现在应该是跟这个Robinson 是住在一起的哦。那他的现在是有说他已经进行了某部分的一个手术，把自己从男性变成一个女性哦。那现在越来越，但是这个很有趣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吗？在开始警察在抓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他这个室友应该其实就是他女朋友。就有跟非常积极100%跟警方合作，我现在的说法都是他们那个犹他州州长的说法然后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显示他这个女朋友知情并且涉案哦。可是他这个女朋友其实看起来就目前有一些相关讯息曝光出来发现他也是一个还蛮激进的人士包括什么，就是说他有一些亲友说对我这个这个叫 Lancey Tricks。他确实在进行一个变性手术而且呢，他好像有一些就是对于所谓的保守派跟基督徒有一种敌意所以现在到底是他这个所谓的女友知不知情？还是这个所谓的 Robinson 只是因为对于女友的一个喜爱跟支持，进而对于就是对于这个变性人有比较严重的敌意的这一个我们提到的就 Charlie 的Kirk 的，因此进行狙杀现在其实不是很清楚。犹他州的州长直接讲他说来自中国跟俄罗斯的网际网络机器人正在煽动并呼吁暴力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种保守派的人直接站了出来，而且里面还有人在什么？我反中国，所以他们都认为是什么？这背后难道真的有共产党的势力在吗？因为最主要是发现犹他大学其实里面有一个就是学生的组织竟然是所谓的盐湖城的武装酷儿那个酷儿所谓当然就是支持所谓的那个同性或者是变性这些相关的那个左派的这个思想的他们最可怕是不是可怕，就是说比较复杂是它同时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织所以人家心里想说哇，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有中共的一个影子在后面那因为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这个 Kirk 他自己本身确实也多次表达过非常坚定的一个反共立场，包括在2024年的时候，Kirk 曾经反问过一个从中国逃亡到美国的一个公民然后呢，这个已经变成是美国公民的这个中国人他就说这个社会主义在这里已经在美国变得越来越糟他说30年前我跑到美国，我觉得我是来拥抱自由自由可以将永远在美国这边存在就没有想到，我现在反而觉得感觉上好像共产主义已经蚕食鲸吞，慢慢的在有点在这个进入到美国这个部分然后呢，甚至在 Kirk 自己本身被遇刺前几天Kirk 还访问到韩国，那就在他们有一个 Build Up Korea 2025的一个活动里面这个 Kirk 就再度一个猛烈的抨击共产主义甚至也痛斥这个共产主义渗透到全世界对东亚尤其美国的一个渗透所以这个到底这个整起事件跟社会所谓的那个共产主义有没有相关联现在美国的 FBI 持续进行调查当中。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